生之后，古偶戏又要打一场硬仗。过去1年，长视频放缓了降本增效的能量，古木偶戏的贡献功不可没。苍兰诀、青青日报均出现在爱奇艺的季报和年报中，而梦华录、星寒灿烂、沉香木片也在腾讯、阿里的财报中被提及，展示了腾讯视频和优酷的阶段性成果。而近期，优酷通过连续制作《星坠凝糖》、《长月烬如霜》、《护心》3部爆款古偶剧，不断向行业输出傀儡厂牌风格。跃进之月是云和4月份全网剧集有效播放量榜单的头把交椅，截至目前，该剧在云和数据年度播放量中排名第2，仅次于《飓风》。长月烬如霜剧照。此外，就连早早扛起现实大旗的爱奇艺，也在下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大会上推荐了《宁安如梦》、《长风过江》等古装木偶剧。重要的一点，另外，纵观腾讯视频即将播出的剧集的预约量，玉骨、长相思、走凤等顶级古偶剧都遥遥领先，平台布局长视频、用户关注度等，各方都对古木偶戏寄予厚望。古偶剧再次走红，与1-2年前市场还在嘲笑古偶剧打造 IP 加流量套路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目前，木偶戏的观众基础、话题度、造星能力、流量数据等多维度优势，依然是每一个长视频不可忽视的蜜罐。在不友好的刻板印象之后，今年大获成功的木偶剧靠什么创意装备升级实力？在这个古魁重生的新时代，又一批古魁军即将降临，他们能否为这个时代重现光明，还是会引爆古傀儡的下一个危机时刻？这部古装剧又新了吗？事实上，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木偶重生的格局已经打开，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被观众诟病的内容同质化、演员夸张演技等问题，角色选择适应性差。这背后是上述所谓的梦话录、苍兰诀、星寒灿烂、青青日报等热播作品的共同推动。古魁重生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提升口碑这件事。从豆瓣评分来看，不完全统计显示，近1年上线的古傀儡评分在 6.0 以上的约有15部，其中包括梦华录、星寒辉煌、星汉灿烂等重点平台项目。苍兰诀凭借7分甚至8分以上的高分，春家小姐是官司、看见缘分的少女等小而美的作品在一定维度上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爱情侦探、奇幻冒险类型元素可谓百花齐放。在口碑提升的背后，我们可以窥见一些国产古木偶剧的新变化。首先是更加注重第一眼的吸引力及增强演员身体素质的原则。曾经一时间，各路短视频、社交媒体都在吐槽古装丑男，其背后是观众对于古偶剧基本原则演员颜值与角色适配度的高声呼唤。而这一波重生的古偶剧显然做出了改变与努力。看梦华录的评论，刘亦菲的颜值和古装都是家常便饭，古装丑男变成了古装美男。而新的播出更是直接引起了很多网友对于景浩周初过去怎么走的问题的关注，也因为契合古装，号召他多演一些傀儡角色，坚持。剧照，这批古木偶戏可以重生，显然是记住了古木偶诞生背后的精髓。其次是在题材或元素的叠加上尝试更极端或更创新。风靡一时的护心充满打怪升级游戏的味道，男主一出场就被肢解，战力基本为0。在女主恢复战力享受古装童话游戏之前，她必须去各个地方打怪才能过关。洞察力。再往下看，苍兰诀中的东方擎苍被不少网友称为 King 老二却不累。赵露思饰演的女主是全网最火爆的搞笑少女设定，除了剧集主角们的心意、璀璨之星、天天向上等剧集从一开始就主打轻喜剧元素，给观众更多的陪伴感。起来！璀璨之星剧照，木偶戏力求成为自己流派标签中的极致。此外，越来越多的古代木偶戏与现代青年、现代社会语境、现代热点问题直接相关。除了上述现代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并倾向于体现人物和元素外，古木偶戏的演员选择也在不断迭代。年轻演员，尤其是95后，正在接手新一轮的古装剧。赵露思、虞书欣、周也、田曦伟、王鹤棣、侯明昊等都是战场主力的代表。
与此同时，该剧的思想内核和语言表达也在向现代化、年轻化靠拢。对于《苍兰诀》《青青的日报》等作品来说，男女主的爱情不再是无脑偶像剧剧情，是两个独立人格的相互吸引和亲近。比如《长月成灰》中叶冰霜的黑化，也让不少网友觉得爽。对美女的要求是那么的残酷和苛刻，剧情设定也紧扣当下社会现象，平添了几分讽刺意味。女权等的塑造，尤其切入现代社会议题，波马与绿波的沟通工具，基尼坐骑的现代文字和名字都被变形了。再加上剧中猎杀怪物、寻找零件的设定，仙侠游戏的味道就更浓了。在以往言情剧的基础上，木偶戏开始让越来越多的角色长嘴巴，他们有爱情，也有思想和事业。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探索与年轻观众的联系方式，并提供更多的情感和不同的价值感知。这波木偶剧确实有点新，会不会出现新一轮的审美疲劳？只是最近关于宁安如梦的信息却屡屡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之一。是否做决定，是否空降等话题多次以不同频率、不同词条登上微博热搜，但最初的决定被撤回，直接引爆了当晚的热搜。目前该剧位居爱奇艺期待榜首位，网站预约人次已突破530万。不断增加的数据也说明了观众对这个人偶的期待。同时，无论是2023年恋恋剧场的首播，还是未录综艺的创新编排和玩法，也能看出平台方对这部剧集的重视。不仅仅是宁安如梦，观众对木偶戏的期待一直存在。平台数据显示，玉骨遥预约量超490万，龙凤都预约量232万，长发白预约量超217万，花美人、无忧、吉祥如意等7个小时预约人数突破100万。平台和观众的热情将使下一轮木偶戏涌向下一轮。头部玩家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各手握10余部傀儡作品待播，均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定下目标。即将到来的暑假，无疑是人头攒动的窗口期。然而，即使木偶戏重生后潜力不俗，但也不是每一个后来者都能完成上述重生。在今年上半年播出的木偶剧中，仍有不少古木偶剧因为剧情烂尾、演员演技欠佳等古木偶剧的通病，继续被网友打低分。糟糕的服务和特殊效果，在下一轮重生傀儡的混战中，这些过去的一些顽疾可能会因为诊断而被根除，但数量增加的背后，必然会出现更多新的同质化因素和审美疲劳点。首先，在流派元素的叠加上，有多少流派和古董可以碰撞出新鲜感？木偶是一个大盒子，可以在其中放置各种元素，甜宠虐恋、江湖武侠、奇幻、悬疑侦查、农耕生活流，以上皆可嵌入古装，并进一步完善各种元素，如仙侠、玄幻等，可以开始几代人的生活和冒险。农家乐的生活过程可以是美食剧，也可以带点宫廷元素，重在叠加。然而，通过这波古偶剧的亮点，清爽风格成为了古偶创作的普遍风格。第一个吃螃蟹赚钱的人，不再缺乏生命流量和修为、报复、黑化、虐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看到新人的类型和侧写后，如何以相似的风格或元素突围，也是一个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新鲜元素和风格的出现，以及古傀儡数量的增加，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雷同，也是一个问号。其次，在演员方面，掀起了一股古装偶像风潮。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老木偶戏的复兴，老木偶戏的演员选择也逐渐开始向新演员转移。赵露思、田曦伟、白鹿、白敬亭、张凌赫等演员成为新一轮的古装演员，市场始终相信他们过去的战斗力。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古娃娃大战中，这一代的古娃娃将会陆续登场，甚至还会通过剧情介绍引进一些新的演员。看到很多与过去重叠的角色，或者木偶剧中的重现，都会让观众想起上一代的木偶角色。惊涛骇浪，任天真找回调坠入出任新政25年的遮羞布，宋铃兰疯狂扇耳光。任天真在跟孙头头逛街的时候，找到了一家古玩店，心血来潮当掉了自己的祖传挂件，换了10万块钱。
一开始还以为他赚到了，还有些受宠若惊。可等他回到家，听宋玲兰这么一说，才发现这个吊坠起码有几十万。任天真人如其名，被骗子卖了，还替他们数钱。孙头头和宋玲兰本来是想赎回挂件的，结果店主说挂件已经卖了。现在任天真闯了大祸，这吊坠可是任心道家族的祖传之物，要是让他知道真相，肯定会勃然大怒。然而纸包不住火，任心正还是查到了儿子卖掉吊坠的事情。父子二人在中秋节大吵了一架，孙头头不想惹他们生气，只能谎称自己卖掉了吊坠。不幸的是，他在站立时昏倒了。孙头头醒来后告诉任天真，任心正对他严格是因为他爱他，他不要再一次次和父亲作对了。其实孙头头没有任天真大，但是因为早早进入社会，所以在内心深处，他比任天真要成熟得多。在孙头头的引导下，任天真逐渐与父亲和好，任心正也没有追究吊坠。发生了一些事，没想到没多久，任天真就找到了这个吊坠，而且是一个神秘人放在他家门口的。孙头头和任天真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觉得一定要把那个神秘人找出来。最终，两人通过线索找到了人，原来是任心正的初恋情人萧百灵。原来买这吊坠的人是萧百灵，而那吊坠竟然是他们家传下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萧百灵决定不再躲了，任心正当了25年的遮羞布。任心正当年看上了萧百灵，最后却为了师傅娶了宋玲兰，没想到萧百灵怀了孩子。后来萧百灵和宋玲兰同时分娩，宋玲兰却难产死胎，反倒是任心正跪下来求萧百灵把孩子交给他们，让他们抚养萧百灵所生的胖男孩。萧百灵知道自己很难照顾这个孩子，就把孩子给了任心正，并将祖传坠子放在了他的身上。可怜的宋玲兰为别人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这么多年，她这才知道真相，气得打了任心正这个渣男一巴掌。